天雷之威与那掌法之威相撞在了一起，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波直接将整个万米之深的湖底之水给蒸发得一干二净。这里的区域竟是彻彻底底的出现了真空地带，在他们的上方则是有着湖水悬浮其上，那场面也是十分的骇人。由于双方的力量太过于强大，周遭的一切事物都被能量波给席卷，湖底的地面也是在这强大的能量冲击下出现了无数道裂缝，紧接着粉碎崩塌，不少神指强者也都被这股能量冲击波所笼罩，一不小心都被吸入其中，强大的能量直接吞噬掉了他们，也是生死未卜。不好！张青青、玉冰燕、炎日等强者也是脸色大变，直接是催定神力，凝聚出一道极强的防御罩，抵御着这股冲击力。而还在于噬魂宗宗主他们激烈对战的通天宗宗主和天罡宗宗主脸色也是巨变，直接手臂一挥，一股磅礴的神力呼啸而出，对着自身周围凝聚出了防御能量。一道耀眼的强光也是将整个真空地带的湖底给照亮。但是这强光坚持了片刻之后，这里的区域再一次陷入了黑暗。当然，随着冲击波的消散，原本真空地带的区域再次被湖水给填满了。谁也不知道战局如何，因为这里的战况非常的惨烈，诸多神指强者已经被波及，恐怕不死也的是重伤。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里的画面才渐渐的清晰起来，甚至有着一些强者的身上已经出下了血迹，显然在刚刚的冲击波中受创伤了。一些超神势力的天骄神情难以置信，自己与对方的差距竟然那么大。这些超神势力的天骄实力也就4重天位神，而且看其气息也都是刚晋升不久的。在5重天位神和6重天位神的全力对碰下所产生的冲击波，直接让得他们受创，而且伤势还不轻。难怪5重天位神是所有4重天位神的噩梦，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难怪会是一个分水岭，想要突破更是难上加难。湖底的废墟中有几道身影纵身跃起，他们的身上也同样有着血迹出现，眼神也是漂浮不定起来。这些身影中就有天罡宗宗主和通天宗宗主，他们乃是第3和第2的神势力宗主。尽管如此，这一次他们也都受到了波及。原本他联合诸多的超神势力能够直接力压噬魂宗，结果现在不仅没有击败对方，他们自己反而受了不少的伤势。该死！天罡宗宗主身上的气息也是比起刚刚减弱了一些，而一旁的通天宗宗主气息也没有减弱多少，毕竟他的实力乃是达到了4重天位神巅峰，比起天罡宗宗主的实力还要强大一些，也是仅次于噬魂宗宗主的存在。不愧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第一天骄，竟然隐藏着能够抵抗神指联盟4域天神军的攻势。他的目光已经远远地望向那一处区域，不仅是他，现在其余的神指强者都是纷纷抛去了震撼之色。然而下一刻，他们便是看见一位身材凹凸有致的极品身躯逐渐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的目光中，看其神兽的气息和面色，竟是在刚刚如此强大的对碰下并没有受创，只是他的衣服上有着一些战斗后的灰尘罢了。见到4域天神军没有受伤，并且完全无损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藏青青、玉冰燕、炎日等3大神阁的第一天骄的瞳孔都是微缩起来，竟然真的成功抵御住了雷厉风那恐怖的一击。反观另一处的区域上，那里现在平躺的悬浮在湖泊之中，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全身上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有着大大小小的伤势。按照这情况看，雷厉风在和4域天神军全力一击的对碰下，失败者便是他了。一声剧烈的咳嗽声响起，旋即一大口鲜血便是从雷厉风的喉咙间喷了出来，他的脸上也是流满着自己的鲜红血液，给人见了有些悚然。我竟然败了，这才是6重天位神的真正力量吗？看来还是不能越级挑战啊！雷厉风喃喃自语起来，声音也是只有自己听得到，身上传来的痛感也是直冲他的大脑。不过他并没有痛苦呻吟，因为刚刚的那一招之下已经用尽了他的神力，再加上如此严重的伤势，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表达了。和你说了，你根本不是本神君的对手，你是雷神阁的第一天骄又如何？现在败的是不是心服？那带着磁性的女性之声缓缓传出。如果撇开她的身份，的确是一位极品女子，可是她却是神指联盟的4域天神君，她的名字叫米欢。接下来这绝世神器，还有谁来与本神君争夺？4域天神君在说话间，目光却是已经看向了藏青青、玉冰燕和炎日3人，感受到那带着一丝寒冷如刀的目光，他们3位的心中也是突然一沉。刚刚他们可是看到了雷厉风的实力与他们相差不大，就算底牌尽出也不是其对手，所以他们任何一人想要与4域天神君交战，怕是都会与雷厉风一样的下场。3人也是相互的对视了一眼，从他们的目光中充满着决然。下一刻，他们3人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4域天神君的不同方位，而中间站的就是4域天神君。想要联手3打1是吗？4域天神君那纤细的手指在自己的下巴摸了摸，说道：怕了吗？炎日作为杀神阁的第一天骄，他身上的杀气戾气可都是高于寻常人。4域天神君微微一笑道：无碍，就算你们3人一起联手也好，这样我就可以省一点时间了。一起上吧，让本神君一并解决了你们。真的以为自己能够以1敌3不成？
炎日杀意弥漫出来。只要是五重天卫神之下的强者，都会感觉到这股杀意是多么的恐怖。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大，可我们毕竟也有着强大底牌，我就不相信你能够力压我们3个。这时，武神阁的藏青青说道，他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货真价实的五重天卫神。我玉冰燕也会全力以赴。此时3大神阁的第一天骄终于选择了联手，对战神指联盟的4御天神君。感受到3大神阁第一天骄的强大气息，4御天神君的面色也是稍稍认真了起来。虽说这样的联手改变不了什么结局，但是面对也不是寻常简单的神指强者，也不能掉以轻心。有点意思，那么就施展全力吧，不要有隐藏，不然这样对你们可没有一点优势。这用你提醒吗？看招！武神阁的苍青青率先出手，那果断程度竟是不亚于杀神阁的炎日，直接催动可怕的神力，神力中透着无数星光闪耀，仿佛在神力上再添加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这就是突破成为五重天卫神后所拥有更强大的能量，散发着无数星光的神力凝聚而出一道威震四方的巨大猛虎，狰狞无比的表情以及那锋利的獠牙，猛虎的每一部位都是散发出无敌之威，而它就是藏青青的强大杀招，旋即对着4御天神阁轰去。见到藏青青出手，玉瑶也是开始凝聚他的大招，体内的神力宛若星辰皓月的磅礴，其中同样也是隐隐间泛着星光，准备施展他的大招月玉宿。在他们的上方，乌云迅速凝聚，一轮明月升起，在这湖底中同样是倒映出了淡淡的月光，开始四处蔓延。而远处的那些超神势力和神势力之人见情况不对，飞速的往后暴退，毕竟刚刚已经受了一次亏，他们可不想再一次被他们的冲击波所击中，这样的话恐怕是要彻底的陨落了。毕竟刚刚一名五重天卫神就爆发出了如此可怕的冲击波，现在有着3名五重天卫神联手全力施展，怕是毁灭之力都会翻倍。玉瑶的大招在不断的酝酿下，周遭的环境也是陷入了昏暗，昏暗中却是散发出月光，仿佛锁定了想要攻击的目标。半空上的那轮明月竟是随着嗡声响起，月光也是逐渐的变得明亮许多，犹如是太阳一般的耀眼，笼罩整个湖泊之中。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无法逃遁，只能面对来自月玉宿的可怕轰击。最后那位杀神阁的第一天骄炎日微微一抬手，将体内所有可怕神力爆发而出，在其身后又是出现了巨大的身影，这道身影就与他本尊一模一样，手中紧握一柄极其锋利巨剑，散发出惊人的杀气。3名五重天卫神的绝招同时施展，不知那4御天神君能否招架住3道大神技的轰炸。牵引杀。炎日目光狰狞，话音落下后，身后那巨大的身影也是瞬间消失不见了，再出现时却早已出现在了4御天神君的背后虚空上，挥舞着手中的杀气巨剑，对着其目标狠狠的一剑斩下。来得好，本神君倒要看看3名五重天卫神的绝招究竟有多么强大，让你们也见识一下来自本神君的真正底牌。4御天神君瞬间一股可怕的气势弥漫而出，周遭的空间都是变得扭曲起来，有着极为雄浑的神力，犹如潮水一般滚滚的自其体内席卷爆发。所有强者的目光都是投射了过去，然后他们便是有些震惊的见到4御天神君的身后竟是出现了极其庞大的3道巨兽，那是3只黑色的巨大蛟龙，它们皆是布满着狰狞的獠牙，咸水自那森白的牙齿上滑落下来，连空间都是剧烈的波动了一下。这黑色的3只巨大蛟龙喷吐着气息，一只狰狞大嘴冒着火焰，一只的大嘴中却是有着黑色风卷在成型，还有一只它的巨嘴中仿佛雷云噼里啪啦的在闪烁，强大的能量波动也是发挥到极致，并且不断的散发出来，凶焰滔天无比。在场的所有强者面色都是在此时忍不住的一变，就连噬魂宗宗主和魂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虽说知晓4御天神君很强大，但此时感受到对方如此可怕的力量后，就算是他们的眼瞳都是一缩。而且众神指强者自然是能够察觉到4御天神君所施展出来的这3只蛟龙可并不是什么普通之物，而是拥有着6重天卫神真正力量的巨大蛟龙。这4御天神君竟然可以将实力发挥到如此程度，就算是无量神渊所有势力的强者加在一起都不是其对手。6重天卫神的力量足以毁灭这片天地，通天宗宗主和天罡宗宗主以及其他超神势力的强者，他们的心中皆是无比的震动。虽然他们的实力还都只是在4重天卫神，在真正的见识到一名货真价实的6重天卫神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时，才知道他们之间究竟是相差多大。现在4御天神君所施展的招式，拥有着3道巨大蛟龙的霸道强横以及真正的能力，那等厉害程度相当的恐怖至极。4御天神君所化的3只巨大蛟龙仰天长啸，那猩红的眼中有着凶狠浮现，周遭散发出来的毁灭气息也逐渐的浓郁了几分。3道巨大的蛟龙狰狞的大嘴一张，只见的一道火龙、一条黑色风暴以及一道雷电顿时席卷而出，那种狂暴神力比起之前对战雷厉风时，显然要更为的强悍和可怕。可能这才是4御天神君的真正力量。不少神指强者的身影带起道道残影，急速闪避。不过这一次虽说避开了等会的冲击波席卷，但他们的衣衫却是破裂大半，
露出那布满着鲜血的身体，因为那股气势也是将整个湖底的区域笼罩在内。3道巨大的蛟龙疯狂地咆哮着，整个天地神力都是狂暴了起来。旋即下方无数强者便是惊骇地见到，在他们的上空处，一道道火龙成型，以及一道道雷电闪动，一条条黑色风暴席卷，最后铺天盖地地呼啸而出。这一次，真正的笼罩了这片湖底的所有区域。不少已经撤退开去的各大势力强者都是无路可退。通天宗和天罡宗等其他超神势力的强者见到这一幕，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掌心中布满了汗水。漫天火龙，无数雷电，黑风呼啸，他们犹如一头头可怕的凶兽，露出狰狞的模样，冲向了藏青青、玉冰燕、连日3人所施展出的最强底牌攻势。整个湖底此时所有神者强者都是屏息起来，然后催动全身的所有神力，凝聚出来一道防御罩，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火龙带来的炽热已经令得他们身体上破碎的衣衫化为灰烬，狂风吹来，尽数的散去，无数道雷电之威更是令人无比的骇然。那种狂暴的攻势越来越接近，瞬间，整个湖底的空间开始彻底的摇摆起来。爆炸声响起后，瞬间迸发出一道道可怕的能量波传荡开去，4道大神技的对碰，足以可以毁天灭地。方圆10万里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是无法逃脱被毁灭结局。湖底的湖水直接是蒸发消失，庞大的湖水都开始彻底的沸腾起来，周遭一切的事物开始山崩地裂，惊天动地，引得这里的区域即将要面临着毁灭。与此同时，在那湖底各大势力激烈交战的时候，萧炎他们所在的区域也是感受到了一股毁灭般的气焰开始对着他们席卷而来。还在神亮天元池中修炼的强者也是被这一股毁灭般的气焰所惊醒，他们皆是急忙着运转神力，直接抵御着这些气焰。然而由于气焰太过霸道恐怖，不少武神阁的强者一口鲜血喷出，身影也是连连后退，而且这股气焰越发的凶猛无比。3重天位神之下的神之纷纷受创，然后此刻方太和吴雪也是在修炼中惊醒过来，而醒来的第一时间便是将磅礴的神力发挥到极致。3重天位神和4重天位神的力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整个神亮天元池的周边浮现出了一道巨大的防护罩，那可怕的气焰不断的冲击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响。这股气焰的强大更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想不明白的是，这股毁灭般的气焰乃是3名5重天位神和6重天位神的全力对碰所诞生席卷出的可怕冲击波，所以实力稍微差一点的都会被这股力量所影响。然而他们还是想得太简单，虽然抵御住了第一波毁灭气焰的能量，可是很快就有着第2波、第3波的气焰能量冲击而来。如此多的毁灭气焰，就算有方太和吴雪都会难以招架。此时神亮天元池中所有的修炼者都已经被这股气焰所惊醒，纷纷共同抵御。唯有在神亮天元池的中心区域，还有一道未惊醒的身影还在持续的修炼中，那里的水源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其中的精纯原始的神元之气以最快的速度被萧炎吸收而尽。现在的萧炎体内充满着无比磅礴的神元之气，已经触碰到了3重天位神领域的门槛。才不到3月的时间，萧炎竟然哪能够有着如此的提升效果，真是让人不得不骇然。他们不知道的是，萧炎能够有着如此效果，都是因为萧炎已经在焚诀空间中差不多已经吸收神元之气以及那光团中的能量，将近有2年多之久，再加上无色天位海的吞噬之力，更是加快的吸收速度的节奏，才有了突破到3重天位神的资格。萧炎在这关键的时刻，更不能被其他事情所影响，一股惊人的气息弥漫而出，磅礴精纯的神元之气更是在体内疯狂的运转着，有着突破的迹象。萧炎弟弟好像要突破了。这时，双手举高头顶的吴雪也是关注到了萧炎那边的气息，而这股气息的变化却是让他极为的熟悉，只有在突破之际才有的庞大神之能量。这怎么可能？3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有突破3重天位神的资格了。方太那双眼睛直接瞪大起来，嘴巴也都是张开老大的合不拢，因为还没有谁能够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可以从2重天位神突破到3重天位神。可是眼前的萧炎却是真真实实做到了，这就算放眼最强5大超神势力中的第一天骄都做不到的事情，他竟然能够做到，怎么可能不让人震撼无比？可相对于吴雪来说，就显得比较平静一些，毕竟他对于萧炎的了解可比其他人都要多一些。当年能够在大主宰实力时击败神指联盟的使者和神使，就足以证明了萧炎的可怕之处。如今在看到萧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拥有了突破3重天位神的迹象，也只能是微微一惊了。武神阁的其他神指强者更不用多说，他们看萧炎时如同在看一个怪物一般，那眼神充满着难以置信的神色。就在他们都在震惊的时刻，焚诀空间中的萧炎盘膝而坐，周身的气息也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2重天位神巅峰的气息已经饱和，可体内还有诸多的神元之气还在不断的暴涨。萧炎知道这一刻便是自己突破3重天位神的最佳时机，一声厉喝突然响起，给我突破！随着这一道厉喝声落下之后，萧炎体内竟是爆发出一道声响，犹如一个平静的湖水中冲出一道巨沙一般。也就是在这一刻，萧炎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更是达到了极其惊人的程度。比起之前2重天位神时，现在萧炎体内的气息怕是已经达到了3重天位神，其中的神元之气更是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强大了多少倍。整个焚诀空间的上空也是出现了变化，
周围的环境也是随着萧炎实力上的突破，进行了不一样场景的渐变。这一次萧炎的突破，如果单单靠紫色神亮天元池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毕竟想要突破3重天位神，还需要很多的神元之气。但是萧炎还有此前未吸收完的光团，这一次也是将其中的精纯神元之气彻底的吸收殆尽。将这2种神元之气同时吸收后，竟是能够真的让萧炎有着突破3重天位神的资格。对于萧炎而言，实力上有着提升后，就算对战一些5重天位神，也是有着一丝抗衡之力。虽然依旧抵不过对方，但是逃跑的话，还是有着一些机会。换作是之前，萧炎遇上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就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小家伙，你这一次的突破还是出乎了老夫的意料，看来你的真正天赋也是逐渐的展现出来了。就在萧炎还在震撼自己此刻的强大力量时，粉老不知何时就出现在了自己的身旁，非常满意的笑道：“粉老，我还以为无法突破3重天位神，结果在吸收了光团中的所有能量时，才使得自己有所新的突破。”萧炎说话间，同样也是感受到了体内的那一股磅礴的神力。如果在施展焚神2火的情况下，就算15重天位神也有着与之对抗的资格，当然也只是有着暂时对抗的资格，可不是达到了真正与之超级神之的对抗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5重天位神是一个分水岭，同时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体内的天位海就会发生质变，从天位海蜕变成天位星海。而天位星海可不是与天位海形成的液态海，而是由无数星辰形成的星辰海，其中的能量除了磅礴的神元之气外，还有一道强大的星辰能量。不过想要突破这样的高度是相当的困难，不然4重天位神和5重天位神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了。你虽然突破到了3重天位神，可是在面对5重天位神和6重天位神时，你依旧无法有着胜算。况且就是6重天位神在无量神渊中国都不算最强的，6重天位神还不是最强的。萧炎直接是无比的震惊，之前从进入无量神渊时就知晓了神指联盟中那位4域天神君的实力，当属他最强大。可刚刚粉老却说6重天位神实力的超级神指都不算最厉害的，那么还有谁比4域天神君还要强？粉老看着萧炎那疑惑的表情，然后缓缓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那艘无名的方舟上有4道身影，而其中那位倾国倾城的女子，其实力怕是已经超越6重天位神之上了。”闻言，萧炎的脸色更是加剧一变，惊呼道：“超越6重天位神之上，那至少也是一名7重天位神的可怕存在了。7重天位神也是中阶天位神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7重天位神在诸神万界都是执掌一方超神势力之主，就连如此可怕的超级神指都出现在无量神渊中，对于萧炎更是非常的不利。争夺神秘宝物和绝世神器以及最神秘的神火都是减少了几率。这么强大，粉老你知道他们是谁吗？来自何方势力？不过那4道身影中有3道气息好像有些熟悉，但是却想不起来。萧炎此时回想起当时碰见的那无名方舟上的4道身影，总感觉在哪里见过。粉老似笑非笑地看了看萧炎，捋了捋自己的胡须道：“或许他们还不是你要担心的对手，或许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帮手。”听着粉老这般说，萧炎的神色又一变，眼神中震惊之色更加的浓郁起来。成为自己的帮手，就算是萧炎也想不通粉老所说的意思了，一脸迷茫。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是你的强大对手。你所要担心的乃是在接下来争夺神火的战局中，你有没有机会成功获得这里的神秘神火。粉老这么说，就说明粉老似乎已经知晓了神火的信息不成？想到这里，萧炎看向粉老时的眼神也是带着一丝惊异复杂之色。他总感觉粉老也不一般，仿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在他的掌握之中。我萧炎就算实力不及他们，但是他们想要收服神火，那也不是那么容易。毕竟这次的这一道神秘神火排名应该也不低吧？在萧炎的心里，这次的神火排名保守估计都是前3的存在。如此神火，怕是就算6重天位神的4域天神君都不敢直接收服。好家伙，就欣赏你的这股劲，想要变强，你必须收服这一道神秘神火，不然你将会落后很多。你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旦后退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明白了吗？粉老的表情也开始认真严肃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仿佛是在嘱咐提醒萧炎，但是萧炎也明白粉老所说，自己如今的神之路不可能有退缩，一旦退缩就是会被驱逐出神之路。如果真的获得这一次的神秘神火，那么萧炎也将会在神之路上开始彻底的崛起，成为一方超级神之的存在。这前提是能够有着神秘神火的下落才行。进来无量神渊后，根本就没有寻到神火的任何信息，使得神秘神火变得更加无处可寻。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一定要争夺到这紫色神良天元池吗？粉老仿佛话里有话的开口道，而萧炎也是听出了其中的意思。旋即他吃惊地张开了嘴巴，惊呼道：“难道这神良天元池中有神火的信息？”粉老微笑地点点头道：“是的，在老夫的感知中，在这神亮天元池的深底处，有着一股微弱的火神本源散发。我想，应该是有关于这里神秘神火的东西存在。”
由于太过微弱的火神本源，才让的四御天神君这样强大的超级神旨都无法感知出来。如果之前让他进入到这处神良天元池中的话，他必定会有所感应，所以我才让你阻止他进入其中。萧炎一听，原来是如此，难怪之前粉老让那个自己这么做。现在想来，只要听粉老的，应该都不会有错。毕竟粉老的强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只要粉老让自己这么做，就说明有什么不一般的东西。多谢粉老了。萧炎拱手一拜，毕竟自己在神之路上比起主宰之路更加的困难很多。要不是有这么一位指引者在自己身边指导，恐怕萧炎也不会有如今的实力和成就。在萧炎的心中，除了药老之外，粉老也是非常的重要之人。虽然两者有何相似，也有着不一样，可是对于萧炎老说，一个成帝的引路人，一个是成神的引路人，应该的。谁让你是焚诀所选中的人？好了，你快出去吧，外面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粉老淡淡的笑道。